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策划面对面来了。不过在策划面对面之前呢，官方还有写另外一则公告。在前几天，我有发布一个影片，关于国服27服的玩家要集体退坑，官方也是做出了回应。大家好，我是 ROK 策划大鹏。昨天他有看到27的王国信，在读的过程中，能够非常真切的感受到执政官对万国觉醒当前的环境不满与期望。感谢执政官能够发声指出当前万国觉醒体验上的不足，但以这种形式听到执政官的声音，我们感到非常愧疚，并认识到官方与执政官建联上的欠缺。接下来我们将设置新的交流通道，与执政官共同改进万国觉醒游戏体验，并尽快安排下次见面会与执政官线下沟通。我们非常重视每一位玩家的声音，并认真考虑和改进。首先回应关于征服者之争的调整，我们在征战者系列活动上线后收到大量执政官反馈，传说征服者之争分配不合理，导致很多阵营同盟分裂，游戏生态恶化。对于该乱象，我们意识到确实在设计之初没考虑完善，于是商讨确定新增可分配失落之地所有阵营的传说征服者之争，并紧急上线。方案确定在征服者之争投放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具体可分配到其他阵营的征服者之争数量。受制于各剧本势力人数等方面因素，做了不同数量的调整，本意是弥补考虑不周的问题，并优化执政官的体验。但由于信息同步不及时，未全面考虑执政官的体验，反而给执政官带来了更多的困扰。对此我们深感抱歉，并保证后续不再对已开启赛季做出奖励方面的调整。另外注意到部分执政官讨论国际服与国服征服者之争数量获取数不同的反馈，或许由于公告说明不清晰，导致执政官对此产生了误解。在此向执政官解释下，征服者之争获取数量只受剧本影响，全部剧本可在同军团内分配固定数量，统一为240个征服者之争。此外，各剧本额外可分配同失落之地的数量如下：英雄战歌沙场点兵步步为营都是30个，并无尝试尼罗河之王奥尔良之围都是60个，最多是8方逐鹿。看官方这里的分配应该是跟阵营的数量有差别，像英雄战歌沙场点兵里面一般都只有4个阵营，并无尝试尼罗河之王奥尔良之围都是6个阵营，尼罗河之王是6到8个王国，最多阵营还是8方逐鹿。所以现在我们是已经知道不同的剧本会有拿到多少个了。在活动方面，自2020年9月国服上线后，我们一直在丰富传统节日活动，例如春节、七夕、端午，但是由于万国觉醒国服与国际服同版本，在更新频率上给广大玩家的感知偏慢。后续我们会更加关注中国本土的节日和文化，为大家提供更加有趣丰富的活动内容。虽然官方这里的回应有点慢不过至少官方是已经回答了。不过我也不清楚27他们会坚决弃坑还是会留下来啦。不过看他们这样子写的内容呢，会弃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点，并且要等到玩家弃坑官方才有所动作，这个确实是不好。也只能希望官方之后要重视玩家的每一个想法，毕竟玩家会有反馈，也就是因为喜欢这个游戏而反馈的。既然官方已经回应这件事情了，我们就看官方他们接下来有什么动作吧。接着我们正式进入策划面对面的内容。大型的 KVK 团战中人数多时卡顿严重，希望服务器可以进行优化。这个东西应该算是我反馈的，因为官方人员有来联络我，我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去骂他们因为那个时期我刚好在打着960的 KVK， 太卡了，卡到我受不了，直接去找官方人员骂这件事情。回答：很抱歉给执政官带来了困扰，我们研发团队一直在优化战场中的卡顿问题，并讨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大战场中受美术表现、特效、人数等限制，仍然给执政官带来了困扰。好消息是，近期我们通过技术开发已经获得了明显的成果，包括地图加载更顺畅， UI 资源更稳定，战斗帧率响应更快，让执政官在大型团战可以有更好的体验。我们将加快上线流程，尽快与执政官们见面。不过由于系统优化涉及内容较多，导致该更新的时间会较长。研发团队在此向执政官们表示歉意。我不管你们要用1个星期、1个月也好，要去修复这个问题，卡顿的问题，我都可以接受的，只要我打仗的时候不会再卡就行了。因为游戏里面卡顿，尤其是我们现在玩的是即时战略的游戏，只要卡加闪退就会导致到你全部队伍团灭。不过他们说技术已经开发了，我们就看之后的表现吧。我之后再去960打架，我看会不会卡，如果再会卡，我再继续喷。征服赛季统帅过于强势，新进入征服赛季没有统帅可以用。那官方的回应就是说增加了博物馆，在不久前也是扩张了博物馆的统帅数量。当前我们正在探讨是否该调整征服赛季前统帅投放，将部分征服统帅的获取途径在征服赛季之前开启，以重新平衡部分前期统帅。
以增加前期玩家体验的丰富度。后续执政官的反馈我们将持续关注。这样改的话其实我是可以接受啦，不过原本的版本就是什么统帅都可以用，然后改成到第3代，现在改成第2代。不过看官方现在的样子又想要把第3代搬回去征服赛季之前了，这样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吧。因为如果你算到征服赛季之前的 KVK 时间，你要怎样把第3代统帅给安排进去？时间都不够啊。那他们解决方案可能就是 MGE 2次而已，然后就换下一个统帅咯啊。这样子的话，前期玩家也是消耗很多镜头哦。那么老观众应该是有听过我之前的方案，我之前的方案是在征服赛季之前只能用到第2代，征服赛季之后可能就用到第4代，然后官方可能又再弄多一个新的剧本，只能从第5代用到第6代，或者是用到最新的统帅。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会比较合理，因为你突然间又把第3代安排进去征服赛季之前的话，时间不够。至于官方会怎样安排我就不懂了，我只是给个想法而已。有些活动玩法好无聊，浪费了我大量时间这个不是之前有讲过吗？那官方他们说会先调整拼图与黄金之国，对，黄金之国他妈的浪费我一大堆时间，拿到全部是垃圾，那个什么水晶钥匙，呸！同时考虑对花费时间较长的活动进行优化，例如奥林匹亚之巅将通过降低奖励获取门槛来为执政官减负。不过讲真的，就算奥林匹亚之巅调整之后，我会玩的可能性也是很低很浪费时间啊！谁他妈设计这个东西出来的？找那个策划出来编它。现在每周都有2个镜头，我都不舍得去玩了，真的是浪费我时间。征服赛季剧本过于单一，玩法单调，建议官方增加游戏新剧本。其实官方新剧本已经设计了蛮多个出来，尤其是最近兵无常势跟奥尔良之围都已经推出了。这2个剧本都有自己的特色，像兵无常势的话可以选择副将增加装备，还有就是不能丢宝。奥尔良之围可以加助阵统帅3个技能，我觉得已经有新的玩法，可能在他们那边还没有上线吧。不过官方这里的回复有讲到会着重考虑具有新意的内容，不过你们要考虑新的东西是可以考虑啊，你不要再增加一些要付费的东西进去，我跟你们讲。在大型野战过程中经常弹出1分钟验证，并验证中卡顿闪退，极其影响玩家游戏体验。当前我们已经在 KVK 过程中减少了验证码弹出的频率，但考虑到整体的反外挂需要，验证码弹出机制还是会保留。反个屁咩，现在外挂几聪明啊，你这个验证码都验证不到他们呢，反而是锁死我们这些正常的玩家。但会重新评估与探讨是否有合理的方案。不过他们讲现在还在讨论呢，都不懂他们之后会想出什么东西。建议军器和阵型可以预设一键切换阵型，这个我也是蛮同意的。如果是可以像装备这样子设计的话会更好，很棒的建议，我们已将该功能加入计划中。具体上线时间请执政官留意更新公告，很好。终于有一个更新是已经确定会更改了。移民规则不合理，对于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匹配对手过于强势，且王国内涌入大量移民，影响正常游戏体验。这个东西之前不是有说过吗？他们有讲到要改掉匹配方式，不是吗？下面是他们会做出的调整，例如对于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 KVK 匹配时尽量匹配到较新的征服赛季王国，限制新进入征服赛季王国单赛季最大移入人数，并按王国历史逐步放开该限制。之前是有讲过新的王国 KVK 匹配到新的王国这个东西，但是移民的是这一次才讲了。不过之前讲的东西到现在我好像没有看到他们有改进了，反正他们再不改进的话，等一下又有人弃坑啊以上就是官方策划回应277弃坑事件，还有官方策划面对面的问题。不过我觉得你们不要太期待可以解决到卡顿闪退的问题官方要一时间改良不是这么容易改良的。不过游戏里面最大的问题除了卡顿之外，外挂也是很严重了，并且这个大鹏策划呢，他没有提到氪金方面的事情啊，因为在277的王国邮件里面有提到氪金很恶心，氪越多越恶心，但是他这里只字未提氪金啊、花钱礼包这种事情。不懂他是不是在逃避啦，又或者是这个问题呢是交给莉莉丝，他是属于乐狗公司的嘛，那运营公司莉莉丝他们那边没有回应的话，他们这里也不能说什么。又或者他这个只是策划而已，这方面的事情没有牵涉到他的工作岗位。虽然这一期影片他们是已经回应了277的事情，不过如果莉莉丝可以回应氪金方面的问题，当然会更好啦。至于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